今天开场的是广智，掌声欢迎何广智。谢谢，不帅啊！谢谢张老师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广智。好嘞，谢谢，咱们直接开始啊！大家看今天这个阵容，不难发现啊，都是一些通过竞技比赛被大家认识的人。首先，蒲熠星，智力问答节目出道，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聪明学霸。那我发现，自打这些人进入娱乐圈后，大家就总说什么搞文艺还得是这些让这些有文化的、学历高的来，我不同意，因为我觉得有文化的就不该搞文艺，有文化你应该去搞科研呀，学霸就应该去中科院，名侦探学院是个什么单位呀？我现在就是好奇，你是属于名侦探学院院士呀，还是剧本杀学术带头人呀？Jackie Love， 英雄联盟世界冠军，湖北黄冈人。黄冈的特产是啥？你们知道吗？试卷。黄冈的亲戚结婚伴手礼都是试卷。大街上连网吧都没有几个的城市，走出来一个电竞世界冠军，就这个离谱程度，他都不是林书豪去 NBA 打球，他是张绍刚去 NBA 当篮球宝贝。很难的，朋友们。大山里走出来一个高考状元固然厉害，但是湖北黄冈出来一个电竞冠军，那也是百年难遇。大山里的高考状元，大家会说沙漠里开出鲜花，宇文波池塘里长出的仙人掌，阳澄湖的小龙虾，波士顿的大闸蟹。这个冠军太不容易了，你们想湖北黄冈的教育资源多丰富呀？据说那会儿初中生一周只有1下午的休息时间，就你周围的人都在学习，这种氛围你很容易就把持不住自己就学上习，从而走向人生的正轨。所以黄冈对于电竞选手来讲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你的身边充斥着各种学习方法、考试心得。他当时有个同学就没扛住，别人递给他一张卷子，没当回事他就做了，才18岁就被2本院校录取了。这件事情对于宇文波打击很大，宇文波知道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离开这个地方。他当时面对的压力非常大，因为那些老师太好了，肯定会用知识诱惑他，但他必须得扛住。什么 ABCD， 我只看 QWER。考试的时候也不会啊，选择题全选 B。虽然卷子上写满了 B， 但我们都知道他当时真正的选择是 ADC。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哈，不要在意。林书豪也有总冠军戒指，总决赛6场比赛，一共上场51秒。都说是躺赢啊，这话就有点过分了。你看了比赛就知道他根本不是躺，他一直在板凳上坐着，而且人家也不是没有数据，场均助攻队有6条毛巾、4瓶矿泉水。这种冠军呢，确实不好意思往外说，因为人家 Jackie Love 一说全是细节是吧？我当时向前一个闪现，直接拿下4杀，杀死比赛。林书豪咋说？我当时向前一个挥手，打得好。当然，这种你换一个角度也是可以吹吹牛的。他可以这么说：那年总决赛打巅峰勇士，我汗都没出。库里又能怎么样？在我身上1分没拿到。我们编剧去前台林书豪。然后林书豪说他不擅长吐槽，然后我们就问他，如果说节目上一定让你吐槽别人，你会怎么吐槽？他说那我这么吐槽怎么样？他们玩电竞的还吐槽我，他们能有我挣钱吗？
我打一场球抵他们1年的收入。我们当时听完觉得他挺会吐槽的，就是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吐槽就很实在，你知道，就是吐槽不过直接说你挣的没有我多。当时呢，这句话给我整恍惚了，就我当时一下分不清对面坐着的是来自美国的林书豪，还是老家的我三舅，因为他说话跟我三舅一样，没有什么梦想与希望，张嘴闭嘴就是钱。我过年回家跟我三舅聊天，我说我明年没有那么想赚钱，我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我三舅一扭头，你不挣钱你想治啥？林书豪，虽然这句山东话你听不懂，但你绝对能跟我三舅聊到一块儿去。我给你保证，我三舅虽然不看篮球，但肯定很喜欢你。你自我介绍完，我三舅的反应肯定是非常崇拜你哈，打篮球好，打篮球来1000块。任科啊，可以说是内娱最松弛的男艺人。之前来过我们节目，我当时对他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他那场特别垮啊。就他那场垮到什么程度？就我们节目有提词器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他当时任科上来第2个段子就念错行了。我阅读障碍，漏了一段啊！提词器老师都疯了，他也不知道该往上还是往下。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只有任科不慌不忙，往上。下来一点。好，咱们继续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见任科救场，就在前不久，在罗老师的那个科技发布会上唱歌，又见了一次啊。因为超时的原因，就是任科唱到一半的时候被拉闸了，然后任科就开始救场。那天晚上怎么说呢？我感觉我看见卓别林了。他是这么救的场。好，耳机里说让我现在开始救场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救场。好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是11月份。新的一年祝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啊。好，让我继续说话。好，新的一年是马年，然后呢我属虎。好，非常完美，没有一句挨着，但是非常完美。其实呢，这2个时刻，我发现只有我们认为任科在救场，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并不认为这些时刻他搞砸了。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大家老说什么高光时刻，我觉得你说高光时刻，就等于说你把其他的时刻都否定了。他没有高光时刻，那就证明他每天都是高光时刻。所以在他眼里，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会搞砸的。提词器往上。没有了，谢谢大家。掌声有请虚空的冠军水晶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水晶哥。谢谢。这2年确实有点过气了啊，因为水晶贬值了。哎，早知道叫黄金哥好了。今天的主题是高光。我这个身高很难有高光，我稍微一低头，高光就从我头上飞过去了啊。唯一算高光的可能就是德莱文5杀了，也很难让家里人感到骄傲。我跟我外婆说，5杀就是连续杀5个人。我外婆让我去自首。对老人来说，游戏打得好没有用，他就喜欢那种学习好的，比如溥仪星啊。溥仪星是上一战到底火的，一战到底那个夺冠感言里他说，如此年轻的我很想要去改变世界。兄弟，改变世界你答什么题啊？你去研发光刻机啊？你去调停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啊？怎么改变世界光站着？兄弟，你说话
真的有点太夸张了。曾经说我溥仪星将在中国综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还综艺史。综艺史这个词也太中二了，什么都能叫史啊！我每晚通宵打游戏，我是不是也能在中国熬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？后来呢，溥仪星就参加了《明星大侦探》第4季，节目名字很奇怪，明星怎么能当大侦探呢？有的明星不是经常当嫌疑人吗？我任科哥，人我不认识，但这个形象我太熟了，穿个拖鞋，吊儿郎当，跟我在网吧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你那歌是不是在网吧写的？阿珍跟阿强该不会是在双排吧？任科哥说当年做音乐非常困难，最难的时候11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面，屋子里面啥人都有，作家、歌手、演员、导演等等等等，这个屋子刚好能放下一个溥仪星。接下来林书豪，他非常厉害，林疯狂2019年随猛龙夺冠，我很羡慕他。没有冠军是我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。书豪哥夺冠时，不少网友都说他纯混子，说有伦纳德、洛瑞2条大腿，替补拴条狗都能夺冠。网友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说他干啥？起码人家夺冠了，只要给我冠军，我愿意当狗。但没人拴我，要有个人愿意拴我夺冠，我会跟他说栓 Q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，但书豪哥的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成语。不看林书豪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一鸣惊人，什么叫如日中天，什么叫昙花一现，什么叫一蹶不振，什么叫是我在狗叫。原谅一下，我太想夺冠了。林书豪离开 NBA 3年后，2021年他说：“我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好，我依然是 NBA 的水准。”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也可以说我目前比任何时候都要好，我依然是 LPL 的水准。虽然是 LPL 的水准啊，但我跟 JK Love 没法比，因为我没输给过越南。别的人是内战没输过，外战没赢过，我就不一样，我是内战没赢过，但外战我也没输过。为啥不输？因为我没这个机会。JK Love 性格堪称伟大，很能吃压力，怎么说都不生气。我不行，弹幕一说我就生气啊，因为他们老说中。所以我从来没想过有什么高光，没奢望过拿过冠军，只要一点点光，够我光合作用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菜嘛。打职业没拿冠军，当主播也不是最出名的那几个，我承认就是个运气好的普通人。很多人吐槽我没有奖杯，书架上只能摆花盆，嘲讽我花盆的神。但我想说，我们普通人不爱拿奖杯，就爱养养花。谁家里没事那么多奖杯啊？奖杯很难降解的。可是养花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。我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，热爱和平，保护环境，没有大用，但也能给世界带来一点作用。什么作用呢？光合作用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水晶哥。掌声欢迎老体育人范志毅。
大家好，我是范季啊。这个节目啊，我真搞不懂，录到现在我才上了5期，小齐上了3期，还天天说我是品牌自由。小齐怎么回事？你是哪个品牌的？小齐啊，今天我告诉你啊，这里的品牌自由只有我一个。给我一个上海人啊，气出河南话了。我蛮期待这期的，之前那几期都太正经了，跟出席商务活动一样。今天来了体育明星，我很兴奋。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偏商务，我偏运动的嘛。书豪，5年啊，我等了整整5年啊。终于等来了一个打篮球的。这5年啊，楠楠他们综艺都不上了，我只好辛苦一点，把他们能上的、不能上的综艺我都上了。哦呦，忙死哦！你知道我这5年怎么过来的吗？哎，过得确实蛮好的。今天终于等来了书豪，一开始搞得我热血沸腾，后来听说他已经退役不打篮球了。哦呦，这蛮可惜的。那以后只能一起上综艺了。书豪也不容易的。最开始朋友家睡沙发，后来才一路打出来。我们运动员很辛苦的，这么多年都有职业病的，大家看着点他，别一会儿在沙发上睡着了。真的。其实我跟书豪是去年见过一次，是 NBA 全明星赛，当时印象里他话不多，后来发现哦是普通话会的不多。听他说话什么感觉呢？我要烟牌，给我擦皮鞋。书豪，这还算好的，有口音，起码能听懂。现场还有一个什么叫 Jackie 什么 Love， 这个是个什么名字？我还是叫你文波吧。文波都是世界冠军了，有什么好吐槽的？我都没有拿过世界冠军。后来我听说他输过越南。水晶哥，文波的同行也不容易的，打比赛没有拿过冠军，直播没有奖杯摆，只有摆花盆。你来我这，我那奖杯多呀。搞不好人家现在养花真有一手的。这样啊，你有空去我那帮帮忙，帮我给球场的草坪浇浇水。哎，你不白了，真的，我送你个冠军，人生第1冠，浇灌。哎，干好了啊，还有那种喷冠和淋冠，你就是3冠王。何广智人家也有冠军的，拿冠军的时候获奖感言还敢提到梅西夺世界杯。他什么冠军？你什么冠军啊？梅西能和你比吗？他这辈子只能争世界杯这1个冠军。哎，你这对面不还有一个吗？看看能不能转会过去拿一下。哎呦，一到运动场我就话多。其实这哥几个啊都有高光时刻的，我也有高光时刻。这么多年号称亚洲第1后卫的太多了，争来争去没意思。我现在就想当综艺的亚洲第1后卫，很难的。我防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防住张绍刚，还是让他进来了，是没防住你吧？
谢谢大家，我是范 Z。让我们掌声有请纯爱喷的战士小齐。哎，谢谢各位，我小齐啊，哎，也感谢刚才张老师跟范老师表演的节目《老登打架》。哎呀，这个嘉宾阵容能看出这个节目要完了呀！以前来的什么人？向佐、张唯一、艾弗杰尼，都这些该吐的。现在什么人啊？林书豪、J.K. Love、蒲熠星，就这阵容我都不想作诗，你知道吗？喜剧节目嘉宾来，不带槽点带奖牌。你让小齐怎么办？拜拜。真的，我最开始知道这嘉宾阵容，我觉得我不配吐槽他们这帮天才。你说人家 J.K. Love 17岁夺得电竞比赛冠军，林书豪23岁成为林疯狂，我16岁参加工作。17岁掌握基础美容美发技巧。但我这2天我想明白了，我就该吐槽他们，因为吐槽是我的工作，朋友们，不管我配不配，他们都得配合我，懂吗？因为就算你们是开兰博基尼的人，我是保安。当我说出到，他们就得到。今天来的是电竞跟篮球的，哎呀，情感很复杂，因为这俩都是从小就热爱的运动，也是我上中专的原因。J.K. Love 我最开始把他当自己人，说过一句话特别戳我：如果没有英雄联盟，我可能在工厂里打螺丝。我也说过，如果没有脱口秀，我可能在工厂里打螺丝。真的，中国如果没有娱乐业，我俩是工友。电竞的手速打螺丝得多快啊！啊！可惜了，哎呀，再来2条流水线。林书豪啊，曾经的 NBA 巨星啊，现在来这破节目了，能理解。哎呀，退役了嘛，又住在美国，站不上3分线，就怕斩杀线。来内娱赚钱，不懂内地也不懂娱乐。就是读稿的时候问导演组说：“哎，我们这么说广智。”嘲笑穷人 ，you know， 不太正确呀。哎呀，哥，你多虑了。他现在最近呢，挣的应该比你多。你不知道，这是我们的小周杰伦。哥，这就是内娱。总有人不穷装穷，不懂装懂，没有主咖叫主咖。这个内娱啊，就跟他们英雄联盟界一样，就是火了的呀，都是 faker。蒲熠星，啊，这个突然过渡到你，没有说你是 faker 的意思啊。他的学历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，贼装。
采访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幽默，说只是个水硕。别开这种玩笑，我听不出来。我真当水硕的。导演还暗示我说想读这个大学可不容易了。我说是，我读好几遍没读明白。这名儿也太长了吧？听着像约翰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咽炎犯了。我是约翰，哗。还好今天有任科呀，他的学历是在座我最敬佩的，他是我见到第一个中专肄业的。哇，比大学毕业难多了。太厉害了！大家知道中专肄业就一般就一种情况，家里突然发财了，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去的，可能是约翰霍普金斯吧。我为什么对这种又聪明又帅又有学历的人这么有情绪？朋友们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小心眼。上了那些综艺，还上什么最强大脑，不知道他们在炫啥呢？最强大脑不就一器官吗？有啥争最强的？我觉得你没有平台，要不范志毅最强大脚，张绍刚最强大姨。朋友们，一线的一，他还上了一站到底。我不知道那个答题节目，一个答题节目花样咋那么多呢？那我最爱听我都听不明白。说一站到底答题节目，说咋的？答错了罚站呢？后来知道答对了才罚站。如果你答不上题，你就有个洞，唰就掉下去了。我说，这我得看看。但朋友们，你不知道多少人跟我一样，我不看问题，我就等它掉那一下。我当男生女生向前冲看的。我甚至希望他们出一个纯享版，调动纯享版。哇，这一定要慢放，让我吮吸他们的恐惧。看到那些学霸答完题突然，过瘾。吴一星一上去那个表情，3分讥笑，4分凉薄，不知道他在那帅啥呢？一个动脑子的答题节目，他答题之前在那儿。你要到东南亚打自由搏击啊！你一动脑子，就算热身也不应该是那种3.1455926，3.14596，3.145，或者侵害李皮鹏，他侵害李皮鹏，侵害李皮鹏。这帮天才逼出了我所有知识点。我今天我感觉太难了，我好像那个李皮鹏，我被侵害了。哎，他那个答题节目一站到底还放狠话，贼尴尬呢。答题之前一个人，剑在手，谁是英雄？今天这把剑可能会传向他，或刺向他。我说这么中二吗？我感觉下一句话就是 Sasuke。拿了个。而且不知道他答那个题有啥用啊？朋友们，他们当时花了那么多时间背那么多冷门题目，你可能没想到，后来有 DeepSeek 吧？那个题整贼帅有啥用啊？这贼帅上去。美国总统肯尼迪是在德州哪个城市遇刺的？达拉斯，有啥用啊？都是历史了。不是我们不就是背的题目题库不一样吗？你的冷门点儿，
你不要觉得骄傲，真的，我有很多知识你也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蒲一星，今天我考考你。六战王是吗？请听题：漂染应该用几度双氧奶？6度。还使相啊？长那么帅，你会使相吗你？第二题，刮大白掺多少胶，业主不能发现？不能掺。你都掉下去了，知道吗？你学霸学吧，你就。朋友们，我今天想说什么？我知道这些天才、这些太阳是耀眼，但每颗星星也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们。这帮天才也很好打败，朋友们。林书豪 NBA 打篮球的，你跟他比普通话呀？任科搞摇滚的，你跟他比普通话呀？普通人就应该比普通话。我知道我今天也说错了很多，所以谢谢各位，我是谢谢各位，掌声欢迎永远 OK 的任科。Yeah, of course, I'm okay. 大家好，我是任科。英文名叫任科，法语叫 Ranky，you know? OK。好看我的造型，不难看出来，对吧？我就是1986年6月17号出生的。这个字还可以再打大一点吗？我没有老花，我有点散光。OK。好，回来，从头来。看我这个造型，不难看出来，我就是1986年6月17号土生土长的任科。在那个年代。在那个遥远的过去，就是连郭富城都算不上主咖。But 时代变了 ，Time is changing, you know. OK， 看看现在台上的是什么人啊？两个打游戏的，两个搞体育的，两个讲笑话的，还有一个一言难尽的。Really hard to say, you know. OK， 幸亏今天呢，有一位我的哈佛校友林书豪，林先生。OK，Yes, wonderful， 这个字体刚刚好。林书豪，大家都很佩服他，打球又好，学历又高，但去哈佛很难吗 ？I don't know。对，我不懂啊，你们是要考试还是参加什么申请之类的，对吗？去哈佛很复杂，对吗？我是被邀请的。Invite because I have a invitment. 再来 because I have a invitation. 哎，这个字怎么读？来，林书豪教一下我。Invitation. OK。去哈佛
很难吗？我不懂啊，我是被邀请的 ，because I have a invitation. I have an invitation, you know? Yeah. So for me, it's so easy. OK， 所以推荐啊，最近想演讲但又不知道去哪里的朋友们，哈佛还蛮不错的。众所周知，林书豪曾经是 NBA 球员，我呢一直觉得我的篮球水平呢也是 NBA 级别的，虽然我从来不打。我17岁第一次拿起篮球的时候，我就幻想我拿的 NBA 总冠军。我不擅长篮球，但我擅长幻想。我有多擅长呢？我又拿了一次了。OK， 我们回到现实。林书豪有一段时间比赛呢，会搞各种各样夸张的发型，别人投3分，他投37分，而且还搞脏辫，应该是战术，以脏变应万变。Yes。但是后来呢，他就不搞发型了，打球也不行了。你以前的发型呢？你以前的头型呢？你得稚嫩起来啊，晓得不？一句标准的东北话送给你啊 ，OK。回到普通话。我初中没读完呢，就出来搞艺术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播音腔都出来了？再来。我初中没读完，我就出来搞艺术了。我觉得学历不重要，我讨厌那些总是炫耀自己学历高的人。小七。Little Kiwi， 这是我给他取的英文名。小七，这个中专毕业的学院派，听说还写诗，我看过了，我把它打印出来。哎，这是饼干。Sorry。太抽象。嗨。看，这诗多好看，形状像一个陀螺，一坨好诗。Anyway， 今天还有2位电竞选手，我不了解英雄联盟啊，就去查了一下，其实呢就是一个场地，然后在里面5条人打5条人，就这样的游戏，比赛奖金居然有200万美金。怎么5条人跟5条人差距就这么大呢？Yes， 我特意呢看了他的介绍，我有手卡的，我不光有那个提示器。OK，Jackie Love 在 LOL 的 S8 赛季里面担任 IG 的 ADC， 战胜了 KT、G2、FMC， 然后为 LPL 带来首个冠军。我在哈佛演讲都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英文。OK， 大家都说你那次夺冠呢是因为运气好。Yes， exactly。要是等到80岁还没有拿冠军的话呢，那你都100年纪了，就该死了这条心。OK， 科学的方法你都试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应该试试别的办法。哎呀，这段重读吧，我不想重录了。导演，太抽象。结束完之后，我不想重录，我重读这一段。
没见过这么新的喜剧技巧。What are you doing, man? I'm okay. I'm okay. Just leave it. Okay. 科学的方法你都试过了，你该试试别的方法，比如换个名字。要成功嘛，可以把 Jackie Love 改成 Jackie Chan。这个名字一听就很能打，对不对 ？Jackie 好歹拿过1次冠军，水晶锅呢？都好像都对了，想的都不在梗上。因为水晶我是很能念准的，歌也我也念准，水晶跟歌一连起来连读很难的。水晶歌，一次都没拿过冠军，拿冠军很简单的 ，It's so easy, man 。OK， 我来教你啊，不就拿了吗？吴一兴，之前呢上节目呢见过，送了我一本他的小说，一本悬疑小说，悬疑小说一本，咸鱼小说，一本悬疑小说，我看了不是很悬疑，我决定自己制造悬念。所以没往后看，我把书给扔了。不过呢，你的书呢并不孤独，因为在垃圾桶里面还有冯唐的、李诞的、许知远的。OK， 开玩笑的，他们3个的我都没扔。OK， 他在演唱会给自己创造了7个不同的角色，这在拉空，这在拉控，这在拉康的精神分析里。叫人格分裂啊，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叫自恋，觉得一个自己还不够大家欣赏。他跨年发朋友圈都是新的1年爱你牢几，你不觉得拥挤吗 ？OK， 开玩笑，微信，你们7个不要围殴我啊。好吧，最后一段了。今天讲高光时刻，我的高光时刻就是1986年6月17，我出生的那天。那天阳光刚刚好，多一点你都觉得它刺眼，既灿烂又高光，再多一点就曝光了。虽然那天出生的时候我也全曝光了，这个段子已经被导演拿走了，我临时加。OK， 当时我妈妈跟我说，以后你一定要去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在这档既没有主咖也没有朋友的节目上，为大家带去欢乐。OK， 辛苦大家，我是任哥，感谢任哥的表演。哎，任哥的表演刚才非常好。sorry， 这句是主持人的，我多读了一句啊。OK， 提示性下班。我拿我的饼干。掌声欢迎在这里小展宏图的蒲一清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、演员、作家、影评人、游戏主播，一战到底战神、最强大脑、前金融从业者，黄金左脸。是的，这么狭小的舞台上，就是能同时容纳这么多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蒲一新。在我不长的职业试错生涯当中啊，我确实跨界了许多啊。我想人生苦短，何必设限呢？
啊，纵使有人说样样通，样样松，我觉得你们可以质疑我的一切 title， 但是你们无法质疑我的黄金左脸。哎呀，我从小啊就知道自己天生丽质，但是我有志气。小时候的我就暗下决心，我说蒲熠星啊，你不能靠脸吃饭，你要靠你的头脑吃饭。那现在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向大家宣布，我靠的就是一张看上去很有头脑的脸在吃饭。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是 title 多啊，跨界多，怎么能算一个槽点呢？你看我现在又是歌手，又是作家，又是演员，又是游戏主播，我一个人拉动4份就业，我现在个人的就业率是400%，只是没有人找我嘛，活儿没那么多啊。所以我这个人对职业是很敏感的啊。看到本场的阵容的时候，我就分析啊，导演组请 J.K. Love 和水晶哥的时候，明显是想准备做一期电竞主题啊。后来发现可能凑不齐人，找来了林书豪和范志毅，想凑一个体育专场，还是不够一期节目。后来发现有我和任科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节目组啊已经破罐子破摔了。最后定了一个什么高光时刻的主题啊，非常的牵强。我觉得这期的主题不如把我去掉，就叫虎扑。其实啊，有时候我上网啊看那些互联网恶评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就想啊，你们这些在网上吐槽我的人，有本事到现实生活中当面吐槽我，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。听完小齐的吐槽，我今天终于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了。谢谢小齐。任科，2005年，任科来到石牌村，与茂涛一起贩卖书和打口碟。2007年，广州为亚运会整理市容。2008年，5条人乐队成立。所以说啊，想要督促任科的创作，只需要一句话：任科，城管来了。哎，5条人火了之后啊，任科到处上综艺，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哎，茂涛呢？被抓了。命运就是这么的神奇啊！如果当年任科没有去卖打口碟，可能后来啊也没有5条人乐队了。所以我管这个叫打口蝴蝶效应。J.K. Love， 原名喻文波啊。我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，我电竞选手怎么都喜欢起这么复杂的英文名呢？ J.K. Love 爱 Jackie 杜松子酒，这么冷门的词汇在哪儿学的？我在想是不是想写 Jackie 的写错了，因为 Jackie 的确实是初级词汇啊。而且 J.K. Love 这个 ID 啊，连起来也很费解，也等于一个外国人的中文名叫我爱白酒。你问我爱不爱白酒呢？我说不好，但是我爱蚝油，海天蚝油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哎 ，J.K. Love， 我有个问题，你到底 love 什么？你说出来呀 ？Love you 还是 love 蚝油啊？记住了 ，love 和蚝油是固定搭配。喻文波拿过世界冠军之后啊，一直输，被管泽元评价为大满败。文波啊，是一点没惯着泽元，当晚就把和管泽元的某音合拍视频删除了。这是现在初中生最流行的绝交方式。水晶哥，你也没有什么成就啊，最高成就是5杀嘛。林书豪拿出他的总冠军戒指，
何广智拿出他的脱口秀大王 J.K. Love 拿出他的世界冠军，水晶哥想晒一晒他当年的成就，还得找台电脑。打开电脑，电脑的成就都快他一步，弹出来一行字：您的电脑打败了全国99%的电脑，而你水晶哥只打败了5个人呢。大家都说啊，不打电竞 ，J.K. Love 水晶哥就要进场拧螺丝，但是不打篮球，林书豪还是哈佛的，你说这个气不气人？林书豪，哈佛毕业，你这个职业是最不需要这个学校的。林书豪啊，你说他好学吧，他打篮球；你说他不好学吧，他考哈佛。所以确实很聪明，跟电竞选手比学校，跟读书人比体育，扬长避短啊，学到了。林书豪，我跟你比说四川话，会不会说四川话？林书豪，会吧？林书豪啊，今年退役了，很唏嘘，来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这些高光时刻的嘉宾啊，可能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你说起来啊都认识。最近在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因为当时啊足够高光，可能后边啊就很难再超越自己了。那你看我虽然没什么高光，但我干的事儿多啊。我可以不成为太阳，但可以当个星星啊！因为俗话说得好，聚是一团火，散是谱一星。我觉得多几个 title 也挺好嘛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歌手、演员、作家、影评人、游戏主播，一战到底战神最强大脑，前金融从业者，现脱口秀演员蒲一星。黄金左脸。小心！我们有请 J.K. Love 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滔博战队 J.K. Love 喻文博。张老师还喊我 J.K. Love 哥哥，其实 J.K. Love 这个号呢是我买来，我都不知道这名字是个什么意思。如果非要叫的话啊，叫我波哥就行。我第一次接触英雄联盟是好多年前，我哥带着我玩，就此开启了我的冠军之路。啊，我哥可以说是我的伯乐。第二天，伯乐就被揍了。没办法，家长来我妈抓人的时候，伯乐跑得没千里马快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防 gank 我有天赋。其实那次逃跑才是我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闪现。有人说游戏影响学习，我澄清一下，我还没接触游戏的时候，学习已经不好。当年我有在用功读书，上课总是做的端端正正，体育课我都做的端端正正的。老师的评语都是该生态度端正，不逃课，不睡觉，不及格。我一直觉得我不是读书那块料，但我没有证据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块料。直到多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我才找到了我的路，下路。当时也有人看衰我，说游戏打得好没前途，伤仲永。我说仲永是个什么英雄 ，AD 还是 AP 啊？后来家里人知道我打游戏出名了，于是开始打我。我爸打累了，还叫来了我妈接手。好输出就得配个好辅助。家里人抵触打游戏很正常。我爸还特地跟我一起来了上海，说要亲自会这些骗子。直播机构说，你儿子这个游戏天赋，直播1个月至少2万。那是14年。我爸听完非要一起留下来，当着机构老板的面跟我搜了一把真正的父子局。那天我赢了 solo，
我不仅多了一份收入，还少了一个，你们懂的。我觉得选择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没有选择电竞，你很难想象一个初中生有一天会跟哈佛的人站在一起。但哈佛的人好像不太喜欢我。林书豪就曾经公开表示过英雄联盟不好玩，一句话否定了我整个职业。那我觉得篮球也一般。你总跟周杰伦打当然不好玩了，游戏赢才好玩。你跟我打你就觉得好玩。要是我跟科比、哈登、伦纳德组队，我也觉得篮球好玩。林书豪是个高学历运动员，我承认读书很重要。蒲熠星是读了很多书，读的再多也赶不上他忙的事多。反正我们这行，如果有人一会儿打上单，一会儿打 AD， 一会儿打辅助，教练只会跟他说：“你一会儿打车回家吧。”我还是相信人的天赋要专注于一件事情，才能换来高光时刻。就像我一出道就拿下了世界冠军。说到冠军，除了我，今天的场上也有很多冠军：何广智脱口秀冠军，林书豪 NBA 冠军，范志毅甲 A 联赛冠军，水晶哥嫉妒我的冠军。水晶哥真是没啥可说的。问他成就的时候，说他德伦文虐过我，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虐我的人多了，从这里排到越南了。范志毅老师踢过水晶哥，不是水晶宫。他吐槽我输越南，我接受。曾经吐槽足球和篮球，终于也轮到电竞。其实我还挺开心的，说明我们也算正经运动。范志毅进世界杯的时候，我才2岁，那场比赛我印象很深，我都看尿了。但是还是要提醒范志毅老师，虽然我是输过一次越南，但我夺冠之路上是赢过韩国的。我查了一下，范老师这辈子正式比赛没赢过韩国。我说怎么老提越南不提韩国，是不想提吗？这几年总有人说我走下山路，我不想管你们的议论，我只知道我是个运动员，我还没退役，我只管打好比赛。我今天就是养伤间隙来讲脱口秀，回去我就要继续打比赛了。那边骂的可比你们这凶多了。如果对恶评这么在意，我还能在意吗？倒是很奇怪，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批评的还是我？是因为新人打不出成绩，你们都懒得批评了吗？水晶哥就没人批评，他这个情况，想玩点啥就玩点啥吧。都说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但我只是个王者，那我来抱怨一下。现在的 LPL 真的没什么亮眼的新人了，有一点青黄不接啊，青训里都接不上几个黄毛了。如果没有电竞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黄毛。LPL 会失去一个世界冠军，工厂流水线会多一个手速很快的工人。我知道我这个天赋打螺丝也能打上王者，但如果没有拥抱天赋的勇气，就算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，我也只能上去紧一紧齿轮的螺丝。如果说我是天选之人，我很开心，天和我都做了正确的选择。而且电竞和读书也并不矛盾，最近我也在读书，刚在名著上读到一句话，想跟你们分享。多年以后，射手 J.K. Love 站在世界强队面前，准会想起哥哥带他去参观黄冈网吧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J.K. Love 喻文博。掌声欢迎疯狂汉语林书豪。大家好，我是 Jeremy 林书豪，终于到我上场了，好久都没有坐这么久板凳了。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直接拿 talking， 因为上次我坐这么久的板凳，
就直接拿 NBA 总冠军啦。这是我第一次讲中文脱口秀，很紧张。我是一个 ABC， 黄哥们儿语言也是不通的。更可怕，他们是谁啊？范指导，我认识的，好久不见。你怎么比上次还老了？真没想到，怎么上综艺比踢足球还辛苦。我的好朋友杰伦也在这边。哎，杰伦，你怎么变成山东口音了 ？Just kidding， 我知道你啦。何广智，这边脱口秀的 FMVP。哦，你们这里是叫做大王。很感动，大家还记得我是林疯狂的事情。已经过去14年了，我现在已经恢复理智了。当时所有主力球员都有伤病，我作为替补上场，疯狂砍分，连续胜利。所以说，疯狂要趁早，再不疯狂，主力就好了。当时我很开心，我终于有钱了，可以还债了。我为了上学和打篮球欠了很多学费。最惨的时候没有房子住，睡在队友沙发上。你们以为我为什么疯狂了？就是穷疯了。如果没有钱，我就读不完大学，差点就要变成和他们一样了。我接受不了。Oh come on， 这真的超级可怕。之前哈佛和 MIT 麻省理工都要我去他们的学校。麻省理工的 QS 排名比哈佛高，因为在美国有3个联盟，所以第一个联盟就是最好的球员。那哈佛是第一个联盟，然后麻省理工是第3个。那我必须啊！我跟你们讲这些大学的事情干嘛？反正哈佛是我底线了，所以我告诉麻省理工教授，我想打篮球。我爱篮球，但在美国做体育，亚洲人蛮艰难的。跟我的同学相比，我只是一个黄皮体育生，而且总是会被歧视。哟，小矮子，你不应该打篮球，你应该去弹钢琴。I was like, what？ 他们思想很坏。但 diss 人真的蛮弱的。我后来来这边打球，哇哦！还是中文博大精深。这里真的很多 family 的爱。我也蛮不习惯的，我拉一句话都听不太懂。有一次，对面的球员对我犯规，还很凶的跟我说。我要把你变成废人。I was like, what？ 废人？废人是乔丹啊，我是林书豪。You're confusing me with someone else, man。我赶快问他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真的想知道他什么意思。他听到更生气说，我要把你废了。我真的不明白，我说，你在废什么？他好像吓住了，他肯定在想，他的中文怎么好到像一个喷子。后来那场，我就追着他问：“你再说一次啊，你再说一次啊。”他一直威胁我，我一直请教他。后来就传出去，林书豪真的好强硬。最终我都不知道废人是什么意思，但是学到了另一个中文，听不懂好赖话儿。我相信坚持比天赋重要。我高中时候只有1.6米，什么概念你知道吗？小齐，高中什么概念你知道吗？仁科，你在笑什么？你也不知道高中什么概念。I have no idea.
但我听说你前段时间去哈佛演讲，我在哈佛有设立奖学金的，是我给他们的奖学金太多了吗？他们拿去乱花。人科超喜欢讲英文，但只会 yes yes OK OK， 什么都 yes OK。哈佛让他去演讲，他都没有听懂是去干嘛，他就yes OK。他口语比听力厉害，但是听说那天演讲非常成功，来了很多人。我可以想象，因为在哈佛很难见到中专肄业的人。超级罕见的 bro。美国有6只大熊猫，但只有1只人科。Jackie Love 的词汇量肯定比人科厉害 ，First, Double, Triple, Quadra, Penta, Ace, Godlike, Legendary, Unstoppable, Victory。哇，真的很多，你好像都可以去考4级。Anyway， 跟他一起来的还有 Crystal， 2个打电动的 Jackie Love、Crystal。刚看到名字，我还误以为是男女朋友。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。我初中喜欢一个女生，就叫 Crystal。我喜欢了她3年。今天看到 Crystal 这个样子 ，Oh come on！ 那真的超级可怕 ，Crystal， 你陪我的 Crystal。我现在很理解你们看到老外乱纹中文纹身的感觉。我也喜欢电竞的，我自己也有投资过电竞战队的，我很关注他们的团队文化，这是成功的关键。我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要乱起英文名字。有时候在想，篮球如果像打电动一样，会多好，打不过勇士 ban 掉库里就好了。可是篮球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能把对面强点 ban 掉，只能把自己队里弱点 ban 掉。所以打勇士的时候，库里没被 ban 掉，我被 ban 掉了。我真的被 ban 掉很多次。零疯狂之后，我流浪了8个 NBA 球队，后来又被裁掉，去到 CBA、PLG、TPBL。但是不管去到哪里，我都有在努力拼搏。我在不同的联赛里拿到了3个冠军，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？Crystal， 冠军什么概念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不要害怕挑战，只要调整标准。冠军我还能拿到更多。刚刚后台跟张小刚，不能比人科更差吧？差不多。张绍刚斗牛又拿了过冠军。哎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，张老师很好斗的。快要结束了，我看看还有谁没提到。哦，蒲熠星还没有，他来了吗？你可以举个手，我看一看。哦 ，sorry， 真的不认识你 ，my bad。My goodness， 你长得真的好漂亮，我还以为你是 Crystal。零疯狂之后，我经历了很多低谷，但今天和你们一起在场上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自己应该是掉到底了，很难再有下降的空间，所以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回想那段时光。前段时间我刚刚退役了，但我依然热爱篮球。我想把这份疯狂的勇气传递给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人。希望你们也能找到你爱的东西，坚持下去 ，Find what you love， 就像 I love basketball。
Jackie love Crystal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林书豪。